小伙伴们，这位先生，我今天一看觉得面熟，去年的时候在这儿见过，从台湾来，也要跑今天的台北马拉松，下雨，这次还是来玩吗？对 ，OK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20号星期二，这都5点半和5点40了，天还有点黑，因为下雨了。在路上。我今儿早上起来才看见的评论，小伙伴，昨天晚上9点多给我留的言，说到大阪了，祝梅田，今天早上能不能偶遇？我给您回了，早上起来我说，你要是能看见，那能来，咱们就6点10分，还是在那儿，在那个烘焙店。我估计不来了吧，这都下雨了，别太辛苦，我出来玩本来就累。这周工作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忙了，这周状态还行，睡得不错，这几天都能睡8个多小时。我看会长不对，我看团长吴向东的视频了，哈哈哈哈。但是今天咱们还是回评论，先跟大家聊聊会长的视频，好吗？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。难得看看雨中的街景，就别老拍大阪城了，虽然也快到了，雨不是太大，有水的话大家抱歉了。咱们今天先聊聊会长的视频，再回评论。我本来是想很认真的聊一期会长的视频，但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太什么资格去，就说我每句都夸他，我也觉得还是不要吧，评论太多可能我也不一定说的都对，我就说这么几个观点。第一个是，运动员的选材和年轻真好。我想起我29岁、30岁的时候，还有前些年都不用29岁。我想起我，2015年还是2016年，2016年第一次去跑上海马拉松的时候的感觉。哎呀，我看他早饭吃4片吐司，1个大面包，还有蛋卷，跑完能吃5根香蕉，都还在饿，这感觉太美妙了。我从大概38岁开始，37岁开始就不行了，就是当时心还有那么大，肚子不行了。我第一次比较失败的比赛早餐就是还想着照年轻时候那么吃，吃完就消化不了，特难受。今年跑波士顿啊，去年跑波士顿，今年还是去年？去年对，去年跑波士顿也是。当天的早餐我分了2次，最多就吃了不到4片吐司，就再也吃不下去了。所以屏幕前在努力训练、努力跑成绩的小伙伴们，你还年轻还能吃的时候，一定努力练、努力吃。这是我最大的感慨之一。对，其他还有的我不能说的这么直接。就是世界不是说应该这样，而是在大多数时候，世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就人和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就是应该很融洽，普通人和普通人之间就是应该很，怎么说呢？没有什么，隔阂，这才对的，因为本来你不认识他嘛，你新认识一个人，肯定是说我们是朋友，我们没有矛盾，我们都应该开开心心。雨大起来了，这才应该是世界的常态。我就只能说到这儿了。这2年我感触特深。至于比赛训练，我跟会长差的还很远，我没法评价。但是我看到他发的一段观众拍的他们上坡的那一段，那个坡太厉害了，都抬不起头来，运动员。雨下大了，
那说完这点，咱们待会儿再聊，看雨能不能小一点。最后就是比赛完之后，贝克勒基普乔格大破节的精神状态和反应，有的人可能是感觉很淡定，觉得符合预期；有的人呢觉得，可能很失落，但是呢，觉得还有机会。有的小伙伴呢可能觉得，有的选手可能觉得不太满意，但是呢就觉得机会看起来有点渺茫，对吧？从每个人的状态、眼神都能看出来。毕竟是4年呀，4年一次啊。这次日本那位小将，咱们现在说小将，但是也20多岁、26岁了，好像还是25岁啊，我记不住啊，抱歉，如果说错了。那下一届也是30岁了，对不对？时间真是太仓促。哎，雨又小了，那咱们就接着聊。然后关于团长吴向东的视频，就说这么多。赛前一天我给会长加油了，我感觉这期字幕翻译的时候肯定是乱七八糟的。愿他一切都好。行，咱们回评论啊。有小伙伴问我能不能加我的某个社交软件，我是这样的逻辑，就是您如果能和我真实生活中见面，我都是主动要求加您。见过我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，对吧？如果我们只是您给我发个评论，那不是说我不加您，是加不过来，希望您理解。然后那天我回了几条评论，都被删了，不能提及软件的名字。就大家想看文字内容可以去试试，就叫黑影。然后我的轻松跑跟强度课都是碳板鞋吗？对的，都是碳板鞋。我不排斥任何新的材料，我觉得有新的有好的就上。我到现在唯一让我打退堂鼓的鞋就是阿尔法 Fly 系列，但是我现在穿着2代阿尔法 Fly， 我就不信这个鞋。1代的时候是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它，倒还没有磨脚的问题，2代就是磨脚的问题，磨足弓。那我就不信这个鞋，不是跑鞋的鞋啊，就得征服它。然后一位小伙伴说，上个月底跑了15个800米的强度课，有点顶哈，又跑了一个4分13，就是他的马拉松配速的28公里，跃出去跑6盘水马拉松，然后之后就恢复不过来了，觉得特累啊。是这样，您这强度有点太大了。眼看着又要到赛季了，给大家伙的建议就是，赛前30天就不要搞巨大强度了，一般就是赛前1个月，你要是想有心理的安慰，就去全力以赴测试一个30公里，你就算受伤了也基本来得及。然后之后就是轻松跑，可能中间穿插着1、2次小强度课就 OK 了。这到时候到赛季再跟大家聊。因为我也看有小伙伴就说有比赛了就开始跑步，然后没比赛就停跑了，每次都是重新捡起来的感觉。也有小伙伴说休息了7天然后恢复跑步。我其实觉得马拉松训练不能这样，这后边还有问题，咱们再展开说相关的。下一个啊，这3个咱们就展开说吧，都是关于初跑者的问题，速度、距离，还有恢复，还有休息各种。
有的小伙伴说听了我这2天的视频有点懵，那到底是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呢？他说他一直努力跑得远，然后受伤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就是对初跑者来说，跑得远是比较难的，而且跑得远确实是比较容易受伤的，就算强度低也是。我回忆我初跑的时候受伤几次，基本都是在中长距离之后，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15公里以上的时候。这之前零零碎碎都跟大家分享过。但是对于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，跑得远跑得多并不能让您跑得快，反而呢可能会让您陷入一个习惯中。有位小伙伴说的也特别对，就是无论是我还是评论区的某些人某个人，都是小样本，都是低概率，不能代表所有人，我只能给您分享我，是吧？那就这样，我现在开始不说话。我呢，因为我背不下来，但是我把我所有的运动记录，几乎所有的都导入到了高驰。我放一段高驰的记录，就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记录给大家看看，好吗？大概10几秒、半分钟的样子。那现在咱们就开始。行，差不多。想再看的小伙伴就回去暂停看，好吗？就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一开始能跑得快，是一个相对，我觉得能让你坚持下来的目标的指标。抱歉，当然这看每个人的性格。但是呢，我的观点是，想跑得远是必然可以实现的。因为你只要坚持训练，就可以慢慢找到那种，跑了7、8公里，觉得还能跑7、8公里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刚有的时候特别美妙，是不是？但是跑得快这个事儿呢，很多小伙伴可能你跑了3、4年还做不到，就是不能老在舒适区。就我这么说，跑得远这个事儿，就说你今天挑战了新距离，觉得累。但是它其实还是在舒适区，它没有刺激到你，最多就是消耗的多。就像我跑100公里，跑过就会知道。而努力的去冲击自己的速度，去冲击自己的能力的上限，才是更多的突破舒适区。有小伙伴也问说，那我刚开始跑步，回去看数据，每次跑步到后边，甚至有连续1、2分钟，心率都到最大心率了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健康成年人确定没有基础病，绝大时候没事儿。你说完全没事儿吗？也不是，我不能100%保证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您冲击极限跑走神了，在马路上被撞一下这种。就我跟大家分享过，得在新加坡跑强度，最后一组结束正好要过马路，我当时根本就没考虑那是马路，脑子就停住了，就跑过去了。跑过去一看是红灯，那吓我一跳。幸亏当时没有车。所以就不用太担心，合理的去刺激它，因为你怎么着最安全呢？咱们说激进点，你说你出生一个小宝宝，你就直接让他永远不跟细菌、病毒各种的东西接触，
那是对他好呢，还是不好呢？对吧？也可能是我这个年龄的人从小受，然后看日本动漫，看七龙珠，老觉得就是得让自己受点苦，可能不一样吧。然后另外一位小伙伴说，破3真的不是谁都行的，当然他也指了就是成年男性，说有的人跑一辈子也就是330，说既然我知道村上春树，肯定看过他的书，跑了那么多，跑了一生也就是330。这个问题啊，我回答了，您听了可能又觉得刺耳不高兴。这条内容我当时说了好多，后来我觉得都是废话，我给删了。就怎么说呢？村上先生跑那么多年不破3或者330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的观点是这样的：如果您想破3，健康人、成年男性，如果你想破3破不了，用这个当理由是不对的。我说的就很直接。如果你就不想，我就是锻炼，我就开心跑，每场比赛跑个3小时30、3小时40，跑完我也不累，我该工作工作，该挣钱挣钱，那破不了，那是对的呀，对吗？就是它只能成，它是理由，但是不是借口。这借口可能带引号，也可能不带。您说呢？大河源先生，早啊！我还在录像，看大河源先生下雨，在大阪城就我们2个人。你们老问我大河源先生多高，体重多少，你们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是人家隐私，我不太爱问。我就知道大河源先生多大年纪，大河源先生都已经60岁零2个月了。我掉头返回，大河源先生接着跑了。因为虽然没有收到那位小伙伴的答复，我还是6点10分准时去看看，我看还有没有话题啊。最后一个，说每次跑完步第2天都肌肉酸痛，延迟性酸痛很明显，问我怎么排酸。这个不是乳酸堆积，乳酸堆积不了第2天，乳酸基本上你跑完差不多也就代谢完了，乳酸代谢很快的，跑完一会儿就代谢完了。所以你才看为什么专业运动员在操场训练，跑完一圈马上教练就给扎手指头去测，对吧？恨不得第一时间去扎。啊，平田先生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、平田さん。所以那不是乳酸堆积的问题，而是肌肉延迟性酸痛，就是肌肉有损伤，然后你跑完就疼了。你看会长视频，不是也是第2天都肌肉会酸痛吗？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完之后，我比赛完之后第2天肌肉也酸痛，但是差不多就是能不扶手勉强下楼的水平。您说的，您那个酸痛是说您要休息，然后再跑又这样。我的观点是说，跑步训练、马拉松训练不能没有连贯性，就跟小时候体育课蛙跳似的，你前一天蛙跳了，第2天腿疼，怎么办呀？你再跑跑跳跳就不疼了，就这样。您相信我，您就正常的去跑步，您连续跑个3天4天，这个问题慢慢就迎刃而解了。如果您跑完1天觉得累，第2天休息了，到第2天晚上腿疼了，第3天肌肉酸痛又休息了，第4天慢慢好了，第5天再跑，然后又是3天，又疼3天，这周而复始。我估计观众不来了，现在6点10分了，因为他应该没有看到我的回复，太晚了。今天早晨也不可能人家指望人家4点多起来还能看到我的消息，是不是？但是您说您刚来大阪，那就
再约呗。明天是我们的强度课，要合练。后天我休息，但是我休息日也会来这儿一圈，有的时候，但是就来一圈，就我到这儿然后就跑回家了。所以大后天我是正常训练。那这么着，评论也都回完了。今天你看雨天也有跑步的，虽然比平常少。那咱们训练后见了啊，加油干！哎，8月20号星期二清晨6点57，看全湿透了，在连廊下。今天第4个训练日了，跑了16公里，轻松跑。后来又和那位台湾来的先生，那位先生去年他和他的夫人有过一次见面，在大阪城跑步。我今天看着特别面熟，先生比去年的时候瘦了一些。感觉状态特别好，他今天跑了8个1公里，每一个都是3分40到3分50。说今年台北马拉松的目标是2小时5分50，就是4分配。我觉得肯定没问题。48岁，你想比我大10岁，所以什么事儿没有极限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回复评论，明天是合练的日子，所以明天还会更新。我赶紧回家吃早饭。今天的配速我跟大家说了吗？5分20多，心率131。那就这么着，我走出连廊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明天再见。